我再也不敢乱尝试了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哎，又是新的一天了。我为什么要昨天没租到车，要选到今天呢？因为我发现不是有那个头条上的一个热心的网友嘛，就给我建议了一个地方，然后可以租车。我一看，当天租车跟隔天租车价格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这个租车的价格是20多刀，便宜了好多，比我去问的都便宜。关键是他必须得隔天租，所以我今天一早就要去取我的车。我昨天订的是今天的，来这边租车税好高啊！我现在准备坐这个车去火车站。上次我花了钱，我没做成功，今天我要重新再挑战它，我一定可以的。为了一雪前耻，我 APP 我都没删，我还不会使用呢。你看上次给了2块6毛。不出意外，上次没研究明白的东西，这次研究明白了。嘿嘿。我感觉我上次的亏的本钱，今天我把它骑回来了。马上就到地铁站了，这个车还跟我抢道。明明是绿灯，好快乐！我已经到达火车站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车得停哪儿，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。我再也不敢乱尝试了。我骑了12分钟，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？12分钟，花了6.2刀，我才骑了不到1公里。长脚是用来干嘛的？用来走路的。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再做什么无谓的尝试。这个就是去丹佛 Airport 的火车了。自从来这儿，我都学会了用各种软件去买。看，这个是当地的一个软件，火车票是10.5刀，付款成功了，扣了我10.05刀。我已经到了机场了。但现在离我租车的地方有5.2英里，又来到这个丹佛机场。听说这个机场还是很神秘的，为什么神秘呢？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叫那个共济会的组织了。然后听说这儿还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碑，上面就是共济会的一个标志。然后这一个机场耗资巨大，它还有那个什么地下室呀。还有地下仓库呀，就是在整个美国排名第20的城市会修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机场。它是真没有公交啊，我怎么办？到了一个这样了不拉屎的地儿，为什么他们机场租车要离机场有这么远？为什么？我想不通。我真的很感谢这个热心网友啊，因为他们告诉我这机场有免费的那种车，你就可以坐那个车就可以去了。然后还告诉我在哪儿，我现在正在找那个车。不出意外，这里就是了。我找到了，前面那个白色的车就是去 AC 的，那是我的租车公司。那个租车公司便宜，就专门开到他们租车的公司。他只要不要钱，我觉得麻烦一点也无所谓。它跟别的地方机场租车不一样，不是在机场的，都4、5公里以外了。到达了啊，这边就是我租车的公司了。在他们这儿租车有一个要求是，不满25岁还不让租车。还好我27了。我给了他看了我的护照，然后现在要给他我的驾驶证。That is my driver license. I have different country driver license. You can check which one you. Yeah. 他让我写了一下我的地址、电话，然后还有我的一个邮箱，应该就可以了。他现在让我去选车，我有车可以选择，车在这外边。我已经到我车这儿了，我环顾了一圈我这个车，我选的是一辆吉普。他说我可以选那辆道奇，但我觉得太大了，我转弯我不放心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一辆小的吉普。就看到了这里有一些剐蹭，然后的话，
这个玻璃这儿有一点点问题，碎了，还给脆了。这车还是挺新的哈，看，他们这边还有一个专门的洗车场。我这小短腿移一下车位置，哎呀，开壶可以看得到，油是满的，车挺新的，开了23000公里，英里。发现他们这儿的车居然还有快充插头，哎呀，太好了！之前租的车都是小破车，它没有车载的那个屏幕，现在这个有车载屏幕了，我终于告别手机了。我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车，回到了青旅，把我的行李拿走。我就要开车前往我要去的雪山了。Let's go！ 要跟这个青旅拜拜了。其实我还想去那儿喝杯水，免费的水。为什么啊？走最后还要拿个杯子喝瓶水呢？一是因为水是免费的，二是因为在开车的路上有很多地方有免费的水可以喝，但是呢我没有壶，所以我拿了个杯子。我的车就停在那儿。哇，我觉得侧边停车好难呀，我停了2把才停进来。咦，我的小吉普我来了，停得板板正正的。我要去住的那个青旅71公里，1个多小时，开始出发。这是我今年2023年看到的第一场雪。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城市，我就好快乐。生于大山，也热衷于大山。吓死我了！我车居然打滑了。不出意外，我是到了。我的天哪！我今天是迎着暴风雪开的车呀！长这么大第一次迎着雪开车。最紧张的有一块是什么情况，你知道吗？它轮子打滑，它轮子不受我控制，我那一下真给我吓到了。哇，下雪了，我好快乐！下雪了，下雪了。跟着地图，我直接找到了这个青旅。啊，感觉它这儿环境好好，看就在外看着窗外的雪，好棒。我突然觉得这里一个床位800多一晚，我都值得了，比跨年的时候住的那个，哇，好太多了。现在在这儿登记。我刚刚问了几个在这儿住的人，我发现如果你提前3个月买票啊，然后你就会特别便宜。这是我住的，这里都是有这个锁进去的。我的是210，就这一间宿舍。然后我的床位是 B， 啊，那就是这儿了。再看一下，这是6人间。这外面还在下雪呢。这是正在修的房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有一个地方看雪的，就没了。这就是我住的6人间了，是男女混住的。像这里是一个柜子。这个就是我的柜子，如果你要上锁的话，想买一个锁，要花5刀就可以在下面买一个锁了。算了，没啥贵重东西。这边是浴室，啊，这样的就没了，结束了。这还有啥？哦，这里面估计是瑜伽室。我刚刚不是在楼下 check in 的时候嘛，就有一个大哥问我你是哪儿的，我说我中国的，他就开始跟我说中文了。他说他在北京待过很长时间，然后他要在这儿住1个月，而且要花1个月的雪，但是他买的是那种季票，季票的话他花了800刀，5000多块钱花1个月，他觉得很划算。因为如果你不买这个机票的话，5000多块钱，哎，你花不了2天。他等会儿跟我一起出去吃饭。现在呢，我坐上他们的车，跟他们一起去镇上看吃什么去。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在中国一共生活了多久？3年左右，一共。3年中文已经说的这么好。
其实1年多学了那么好。1年多。嗯。你是跟谁学的？一开始在北外。北京外语学院。北京外国语大学。啊。哇。然后就跟中国人一起住，然后跟一个中国家庭，跟他们每天聊天。那中文你不觉得很难吗？太难了，难死了！我去中国之前学了3年。去之前就已经学了3年了。但我一到中国，连我自己的名字不能说。为啥？就是太差了，我中文太差了。不是，你中文很好。现在好了，很多。那方便问问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吗？原来学生。留学，为了就每一天一直在说中文，学中文什么的，然后学了够以后就开始生活，在那边在美国大使馆工作了一段时间。我刚刚看到你有吉他。还在后海弹吉他唱歌。哇哦，我也很喜欢弹吉他。我之前我有自己的吉他，但是放在格鲁吉亚了。你住格鲁吉亚？我在那边旅游，我在环球旅行。真的吗？哇，厉害！我的天，3年半了。3年半了，一直在旅游，厉害。3年之后你怎么就回来了呢？我每次去待了1年左右，然后回来我就去中国的国外工作。啊。我想问他个问题，但我不对，他听得懂中文。平时我会跟镜头说话，然后对方听不懂中文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听得懂。说方言吧。我说方言，他们就听不懂了。那我问你啊，就是个问题，你会介意吗？不介意。你会会在美国的一个生活成本，包括加收入，会跟中国的一个收入跟生活成本算下来的话，你会觉得哪边会更有什么优劣吗？有什么好不好？你知道很多的中国人想来美国打工，然后呢，但是我又发现有一些美国人会在中国打工，所以我还挺好奇的。在我看来，在美国比大部分的国家，作为怎么说，就普通的人，我们老百姓，在美国比较好。可能在欧洲好多了，但在美国比其他的国家收入会高很多，对，会高很多，而且东西都特别的便宜。东西不便宜。不像中国的便宜。怎么便宜？怎么说？就贵。如果比如说你去欧洲，东西特别贵，菜也特别贵。我们说一下，吃饭哪里？我不知道。OK。你在这边多久？你都来了很多次了。我听你的。OK， 好，后面有麦当劳，前面有那个墨西哥菜，旁边有阿根廷菜。你吃辣吗？特别喜欢吃辣。墨西哥菜是辣的，要不要去看一看？不像湖南的辣。我在湖南的，一直在吃麦当劳。我就是湖南人。湖南人。对，湖南人。你这口音很湖南。长沙的吗？不是，邵阳有一些租板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怎么样那个。行，我听你的吧。好，要不要吃一下墨西哥菜？可以去看尝尝。原来科罗拉多和还好多西方的州，原来是墨西哥和西班牙的。科罗拉多的名字也是西班牙语的，意思是原色，有原色的。原色。因为What means 原色 ？Color。颜色。颜色。颜色。退步了。没事，说的很好了，走吧。有颜色的。走。哎呀，好快乐。先不去吃饭，我来到一个比较大型的租板的地方，这边就是租雪板的地方了。看一下这边怎么收费的。
这个绿色的好帅。